Frugal Chic 不是不花钱，而是在最不重要的地方狠狠的省钱。我会把大概70%的预算放在基础款上，这部分基本都是贴身穿，消耗很快，而且说实话，对造型本身帮助并不大的单品，比如白 T、黑色高领打底。那这70%的单品类别啊，也是最容易省钱的类别。像我搭一件非常便宜的优衣库20块买的高领打底衫，和一件45块在 Lululemon 买的没有形状的白色打底裤。那廉价感的主要来源呢，是源于不合身、比例失衡和衣服塌。那好的版型。好了，欢迎大家来到频道。今天这支视频呢，我们来讲讲如何用有限的预算穿出显贵、显高级的穿搭。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我以前一直以为啊，穿的显贵是靠价格，但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些人穿几百块的衣服看起来像几千，而有些人却穿几千块的衣服看起来却很普通。尤其是当我自己开始真正接触 luxury 之后，我才发现真正决定高级感的从来都不是价格，而是视觉规则。那我们先来讲讲如何来设置预算。其实我自己买衣服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预算分配逻辑的，这个逻辑本质上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Frugal Chic。我会把大概70%的预算放在基础款上，这部分基本都是贴身穿，消耗很快，而且说实话，对造型本身帮助并不大的单品，比如白 T、黑色高领打底、紧身的内搭，还有那种没有廓形、没有设计感的白裤子，它们的作用只有一个，让你看起来穿搭是完整的，但它们并不会让你显贵。那这70%的单品类别啊，也是最容易省钱的类别，可以大做文章。我会刻意选择便宜、好穿、好替换的款式，把钱省在这里。因为 Frugal Chic 不是不花钱，而是在最不重要的地方狠狠的省钱。接下来20%的预算呢，这一部分才是我真正愿意花钱的地方。他们在我衣橱里的任务只有一个，让整个人看起来更贵、更瘦、更有比例。对我来说啊，最重要的就是版型特别好的裤子，因为我的身材是上短下长，视觉重点大概有60%到70%都是在腿上。只要裤子剪裁够好啊，线条干净，比例对，哪怕上面穿的是一件很普通的白 T， 整体都会立刻高级很多。所以我非常愿意在裤子，尤其是显腿长、显腿瘦、有设计感的裤子上花钱。像我今天穿的这条裤子呢，其实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条。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就是它的线条真的做得非常的干净，而且非常修饰腿型。大家看一下，我是165磅的这个体重，然后身高是175公分。然后穿上这个裤子呢，就是显瘦，非常的显瘦啊，显得我腿特别的瘦。而且呢，我是梨形身材，最胖的地方就是腿了。买裤子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难题。所以呢，一旦我找到一条显瘦然后又穿得很舒服的裤子呢，那我是真的想把它焊在身上的。那这条裤子啊，不是一味的紧绷显瘦，它是通过版型做修饰，然后穿起来呢会更加高级、更加舒适。尤其啊是你走动起来的时候，它这整个裤子的线条是根据你腿型来做修饰，让你整个腿型的比例呢看起来更加的好。这条裤子啊是来自 Fabric， 他们其实是一个我蛮欣赏的品牌，因为他们是和很多全球不同的设计师合作，把设计师品牌里比较高完成度的设计，用更可及的价格做出来。他们家的衣服啊，整体会比较偏经典、耐穿，而且版型和细节都做得非常好了。感谢 Fabric 赞助本期视频，让我养得起摄影师和剪辑的小伙伴。这条裤子的版型啊，剪裁就是非常厉害，高腰设计，拉长腿长，收紧腰线，对梨形和小肚子都非常的友好。相比于传统的这个丹宁面料呢，这条非常的轻薄透气啊，你可以看到我走路的时候那种轻盈感，就能感觉出来它的重量。触感呢非常的柔和，上身不会闷热，非常适合春夏甚至初秋，有一定的垂感度，走路会有自然的流动感。
上面呢还做了一些小的提花纹理，让整个牛仔裤看起来更有设计感。远看低调复古蓝，近看有纹理层次，比纯色牛仔裤更加有高级感。随便配一个20块的白 T， 整体呢就看起来非常的高级了，非常像 LV 和 Chanel 近几年出的裤子的样式和版型。但是这条裤子你是用花不到300美金就可以买到这种大牌的设计，而且呢好看、显瘦、显腿长又舒适。大家也看到，我不是第一次跟 Fabric 合作了，因为我对他们的产品是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喜欢，所以每一次我跟他们合作都会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介绍给大家他们家的好物。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波士顿酒红色的这个包呢，是已经在这个社区我 PO 了以后被问爆的一款爆款的包。那这只包呢是我相当推荐，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它是由 Fabric 和 Sophie 合作的，来自意大利罗马的一位设计师。他的设计生涯起源于爱马仕，又在 Celine 担任了重要的职位。Celine 的一款爆款的这个链条包呢，就是出自他之手的。同时呢，他也在芬迪担任过设计师。那这款包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远看就感觉它非常的好搭配，而且呢，基本上可以搭配任何造型、任何颜色、任何 look 的妆造。而且呢，这个包只要一上身呢，就有那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提亮整体的造型感，让整体的造型感呢瞬间 next level。而且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好的。首先它很能装不说，甚至可以装下2瓶红酒。然后它侧面的这个吸铁开口的这个设计呢，非常的巧思，让我随时拿取手机或者重要物件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在纽约这种环境中你随时如果碰到有人袭击你，或者是什么危险的时候呢，你要随时要拿到这个胡椒喷雾，你就可以放在侧边的这个吸扣的这个兜里，然后这个紧急时候是可以救命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而且呢，它这个油蜡皮你也是不用就是 take care 它平时呢也会非常的耐磨，而且它亮度是非常的好看。尤其是新年加上这个情人节的这种气氛下呢，背这个包是更加的加分了。而且现在 Fabric 还有这个情人节特别版活动，现在买这个包呢还可以赠送一个小马挂件，非常的可爱呢。那在这20%预算里除了投资一件裤子我还会投资一件版型超级赞的气场满分的大衣。那在穿搭预算里一件版型极强大衣是决定整个人气场和质感的重要单品。像这种美丽奴羊毛的 tweed 的羊毛大衣就是典型的长期资产配置型服装。为什么这种大衣值得单独预算呢？因为它身份感非常强，相当于是气场放大器。尤其是剪裁精准的大衣，很多时候可以直接替代整套精致的穿搭。像我搭一件非常便宜的优衣库20块买的高领打底衫，和一件45块在 Lululemon 买的没有形状的白色打底裤，配一个35块的优衣库买的编织腰带，就可以出门了。整体造型呢，看起来非常的显贵利落，长度比例也非常的优雅。那这件大衣呢，我会想象自己是去第一天去公司，然后想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就是新工作第一天去公司，然后呢就穿这样的一件又不失职业气场的干练，而且呢又作为设计师有一点小的流苏的设计，区别于大家的与众不同，会使整个人显得更有精神，而且呢自带一种专业的可靠感，同时呢又带一点点小的个性。它这个细微的流苏和不对称的领子的结构非常有辨识度。tweed 的面料天然层次，经典廓形里带一点个性，不会太张扬，非常的耐看，而且不会轻易过时。美丽奴 Heavy Tweed 这种材质呢，保暖性非常好，但是又非常的轻盈，结构支撑感好，面料耐穿，不容易显廉价。再加上全羊毛的面料，本身就属于冬装里最有质感的一类了，非常适合重要的场合，比如说第一次面试、商务会议、
行业活动、正式社交场合。那另外5%的预算呢，我会留给裁缝做修改。我一直觉得，哪怕只是差几厘米，只要衣服更贴合你的身材，整件衣服立刻就会显得很贵。而且真正的 luxury 其实是为你这个人服务的衣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真正的有钱人最后都会走向高级定制。最后剩下的5%呢，我才会用来买大牌包，比如爱马仕、香奈儿这些的。这部分钱基本上没有省的空间，而且通常都是买一只出一只，但它们的作用不是数量，而是杠杆。一只对的包可以把你所有的 look 完成度直接拉到更高一档。所以整体来说 Frugal Chic 不是少买，而是买对，在不重要的地方极度克制，在真正能改变比例、气场、质感的地方精准投资。你觉得我这样的花费比例分配正确吗？还是你觉得我说的不对，然后你有另外的财费分配的预算，也可以在留言区下方告诉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显贵的视觉结构。第一，颜色统一，风格一致，越简单越高级。如果真的预算有限，版型、材质、颜色和款式只能选一项，那我建议大家选版型。因为大家也知道，在这种时尚公司品牌里面，这个时装设计师赚的不如版型师赚的多。版型师呢，英语里面叫 technical designer， 他们的薪资如果是一个中级到高级的设计师呢，相当于一年可以赚到15、16万美金的，然后再往上一点的，甚至年薪20万都是可以的。那就可想而知，这个版型师它的重要性了，在这个设计里面。所以呢，如果预算有限，只能选一个的话，那我建议大家选版型。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如果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是你喜欢的内容，麻烦点个赞，关注一下。那我呢是在纽约时尚圈工作和生活超过了14年的高级设计师。那我这个频道呢是教大家怎样聪明的花钱的频道。如果你也对这个视频内容感兴趣呢，请关注起来，这样以后在宏大的 YouTube 的这个流量里面，我们就不会失联了。那廉价感的主要来源呢，是源于不合身、比例失衡和衣服塌。那好的版型呢，就可以杜绝这些全部的这个缺陷了。好了，那我们介绍完了版型的重要性，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款 Fabric 的美丽奴羊毛毛衣，它呢是来自澳洲美丽奴羊毛绵羊毛的甄选，触感非常的软糯亲肤，而且它呢是非常的薄呢，也很有弹性，不容易变形，持久好穿。我这么 picky 的皮肤就是我稍微有点带羊毛的东西我穿不了，因为我皮肤特别敏感，就会痒什么的。但是这一件呢是我唯一一件，真的是唯一一件我可以亲肤穿的，就是不穿任何打底，我穿上一点都不扎。而且呢，它弹性非常的大，非常的好穿，而且它呢是假2件的，非常的修身，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显瘦。然后呢，版型真是超好的，马上穿上呢就有直角肩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真的是165磅，有好多小伙伴不信，但是呢，我就是给大家来挑选这些非常显瘦的单品。显瘦之所以显瘦呢，是因为它版型做得好，所以呢，这一件就是我觉得整个今年的 Fabric 新款系列里面呢，版型最好的一件，因为它撑开直角肩，而且是假2件套，做的这种褶皱的设计，远看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上衣，然后呢，近看又有细节，就是让整体的视觉效果呢不 busy， 符合了刚才我讲的这个视觉穿搭结构。而且呢，它这个细节腰处呢都是有褶皱的，就可以藏住你的这个肚子上的小肉肉，或者是腰部的赘肉，非常的像我们这种微胖身形友好。那它穿着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我给大家一个小 tip 就是你找最小的那个口，然后脑袋套那个口就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穿脱非常的自如了。它这一件呢也是符合今年的这个流行趋势，是这个酒红色，和这一个酒红色的这个波士顿包呢相得益彰。我配了一个35刀的优衣库买的这个编织的
腰带，再加上几十刀从 Lululemon 买的刚刚说的那个没有形状的白裤子啊，就非常显贵了这一身。那我也是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拿一下。那这一件的价格我记得好像也是不贵的，是100-200美金吧，我给大家看一下。由于这一件非常的轻薄呢，适合做春夏的妆造，所以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透，但是呢我是穿了一件肉色的无痕的这个内衣，就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的效果，我觉得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也是和品牌方商量呢，为大家要到了对我观众的这个福利啊，就是我这个唯一的折扣码是马上就要情人节了嘛，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件礼物。然后呢，我会把这个折扣码打在屏幕上方，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去拿一下。还有呢，就是慎用花纹和比较花哨的图案，还有比较复杂的材质，整体呢统一颜色比较重要。那我们可以在这里举个例子啊，左边这个 lady 呢，她穿了一身都是带 logo 的这种辨识度比较高的这个 Valentino 他们家的这个衣服和包包，那没有觉得很显贵啊，但是她这一身呢，我估计得2-3万美金了，而且她这个鞋也是当年特别潮的一个 Balenciaga 的这个老爹鞋。然后呢，我再放一个比较极简的，你看不出牌子，但是剪裁和颜色各个方面都搭配的很得体的这个没有牌子 logo 的素色的一身的这个穿搭放在右边，大家从视觉上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个更贵，哪一个更便宜了。但事实上，可能右边这身连100美金都花不了。那说到这里啊，可能就有小伙伴就说了，人家这可是华伦天奴的这个设计师设计的，而且这一身也不便宜，你怎么就说人家廉价感呢？那我当然是也是赞同华伦天奴他们的设计水平了，而且我是说呢，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如果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大家就不要去尝试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了，因为这个材质呢，就是说用这个材质越多呢，越暴露它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廉价感就上来了。所以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还是主张穿右边这身。当然呢，左边这身如果预算充足，你可以各种的这个炫技啊，然后用这个粗花呢编织啊，什么都给我上，然后它细看远看怎么着看都是很高级的，毕竟它这个大几万，这个几千上万的美金花出去了，对吧？那这样的一身呢，可能在这个巴黎时装周或者纽约时装周的时候穿是非常的得体，然后应景的这样的一身。但是我说的这个状态下呢，情境下呢，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穿搭，而且大家呢想花小钱然后显贵显高级的这个情境下呢，我就建议是比较选右边这身比较极简的了。还有的人啊，穿一身 Chanel，那有可能是尺寸搭配的不对，版型不适合他的身材，或者是视觉上复杂元素太多导致比例失调。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现场教学的例子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身，这个女生穿的还挺好看的，她穿的应该是去年夏季，就是25春夏的一个系列的这个针织，然后有点半透明的这个最贵的是这个 Chanel 他们家最贵的这个粗花呢外套了，然后这一件我估计怎么着也得1万美金以上了，但是穿在她身上呢，就是感觉哪不对，就是用手把它遮住下身，感觉好像还行，挺能看，挺好看，挺高级的。但是这个下半身这个包一提，这个裤子一穿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把她的本身挺不错的身材都缩短了，而且腿短，就是感觉视觉上很不舒服。那我也是打开 Photoshop 给大家稍微微调一下，就是我做非常粗糙，我就是想证明我这个观点啊，所以呢我就很快的给大家 P 一下这个图，让大家知道我说这个观点是什么样。那我呢就是把它这个腿呢，这个裤子给它换成一个高腰的，然后提高腰线比例，然后也是非常适配它本身这个短款的这个 Chanel 的这个 tweed 的这个小外套。然后呢，因为它本身穿那个牛仔裤是和这个上身的外套是同一个颜色的，而且这个牛仔裤是这种做旧纹理啊、花边还是这种卷裤腿的，然后它本身细节就很多，
所以呢，它视觉上就在跟上衣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元素在打架，就上面就是很复杂了，又是编织，又是2个颜色，这黑边加蓝底的，还加上这种粗花呢的这种立体的这种花纹效果，然后两个这个东西就在打架，所以呢，我就把它这个腿上这裤子先给它剃掉了，然后换成一个简单的纯白色的裤子，然后是那种遮住小脚踝，然后提高腰线，这样呢本身就是一个拉长她这个小个子女生的比例。而且呢，由于我变成了一个白色的这个裤子啊，完全是视觉上不跟上衣在打架的。上衣有可能它是花了1万多美金，所以呢，我们就尽情的让它来展示它这个1万多美金的重工高级的质感。所以下身呢，我就给它变成白色的，降低它的对比度。然后包包上面呢，我也给它选择了一个纯白色的 CF。然后这样子呢，整个视觉中心就是说你在讲述这个上衣这个 tweed 外套的故事，而其他的东西呢都是为它在做陪衬，整个视觉呢是非常的协调，而且呢是非常的显贵。怎么样？以上这小贴士你学会了吗？有没有对你有帮助呢？如果有帮助的话，就给我点个赞，关个注吧。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也可以在留言区下方留言，我看到都会回复的。那关于显贵的视觉结构呢，最简单的一个呢就是颜色的选择。有一些颜色啊，你选择了之后，不管是做在什么样的面料和设计上呢，它就是显贵的，而且呢也是一众有钱人甚至老钱呢，他们都非常追崇的颜色宝典。那肯定呢就是黑白灰，这个是少不了的。还有呢就是米色，传说上东区的这个经典色系。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这个短的风衣，但是呢它身后是收边设计，非常的显屁股翘，而且呢它是那种丝绒材质的，自带哑光，然后版型呢是非常的好，跟我去年介绍的一款 Louis V 的一个短风衣的是形状版型非常的像的，但是这一件呢只要300-400美金。我也是把链接放在这里给大家。那肯定会有小伙伴来问我这件外套的搭配要怎么搭配，里面这件高领毛衣呢格外的出挑，也可能会有小伙伴问啊，所以我现在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高领毛衣呢，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件，因为它在面料、舒适度还有颜色质感上都做得非常的优秀。关键是啊，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可以接受，然后加上我的折扣码呢，还可以再打掉10%的 off。如果是第一次购买的观众呢，可以直接打掉15% off， 非常的划算。我也会把折扣码放在这里。那而且它很聪明的一点呢，就是它在身体部分的织法是比较密实的，所以保暖性和安全感都非常的好，不会有透的尴尬。但是肩膀和袖子呢做了微微的半透明效果，这种材质对比啊，会让整体的衣服看起来更有层次感，也会让半身显得更轻盈更优雅。别看它虽然薄，但是啊它的保暖度是非常的好，我拍摄的时候啊就还出汗了。而且最近不是有句话吗，冬天非常可以看出有钱人和没有钱人的区别啊，因为有钱人穿的非常的轻薄，但是呢又非常的保暖。那这件羊毛衫毛衣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件单品，它非常的轻薄，但是非常的保暖。我觉得这种设计啊，特别适合日常通勤或者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因为它不是靠夸张设计吸睛，而是属于那种你仔细看反而会觉得质感很高级的类型。而且呢，它这个高领毛衣侧边有这个纽扣设计，褶皱呢也做得刚刚好，还方便我遮了一下双下巴，非常的显瘦呢。再讲一下它的舒适度，这件毛衣啊是那种柔软的松垮高领设计，它不会勒脖子，这点我个人非常在意。很多高领毛衣其实穿久了会有压迫感，但这件是比较放松的，比较自然垂下来的状态，秋冬长时间穿也不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它整体弹性很好，所以活动的时候啊非常的自在，
属于既修身又不会束缚身体的一件。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个颜色，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雾感棕色。这种颜色啊，我觉得非常的高级，因为它不像深咖那么沉重，也不像浅驼色那么容易膨胀显胖，它是一种带一点灰调的棕色，会让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温柔有质感，而且啊，对亚洲肤色其实非常的友好，非常显白。它这个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接近爱马仕的这个大象灰。这种颜色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好搭配，比如配黑色半裙会显得有都会感，配牛仔裤会显得日常又显高级，配米色或者奶油色系啊，也会显得很温柔。秋冬叠穿大衣、皮衣、风衣都非常的协调。基本上它是属于衣橱里那种利用率会非常高的单品，而且啊非常的有质感，我会把它放在我的20%愿意花钱的里面。还有呢，就是海军蓝这个颜色，不论是在多简单的 look 上面，或者是多么没有设计感的衣服上呢，简简单单的造型就会给人一种贵气的感觉，也是老钱和有钱人的最爱的颜色。那最适合普通人驾驭的显贵的颜色呢，就不能不提到黑色。这个颜色呢，简直是万能穿搭，几乎是适合所有颜色的肤质。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个黑色打底的，但是呢，黑色里面有这个重工刺绣的这个黑色牛仔裤，你配一件非常简单的优衣库的20块的打底衫，就非常的显贵了。而且呢，它的版型也是跟我之前介绍的那个蓝色牛仔裤是一样的版型，也是非常显瘦的。然后价格呢，我也是把它打在这个屏幕上，然后链接呢在下边，大家可以用我的折扣码去买一下。那灰色这个流苏毛衣呢，之前在视频的前面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它呢也是美丽奴羊毛，非常的显贵，半露肩款的，你可以自行的调节，把它露肩也可以，不露肩也可以，两个方式穿的都非常的显贵显高级。同时呢，还有一个酒红色做旧的这个飞行员夹克，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单品呢，它呢也是这个酒红色，是当季的流行新款，也可以搭配我前面介绍那件酒红色的打底衫穿，然后也可以配牛仔裤。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穿裙子会比较显瘦，有那种显腿细的感觉，因为它把上身撑起来了，有那种直角肩的利落感。搭配粉色和灰色系呢也是不违和，我搭配了一件粉色的 Fine Jacket， 也挺好看的。那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希望大家看开心，有所收获。那有什么留言和建议呢？欢迎大家留在评论区下方。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拜拜。